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我们今天还是从这个委内瑞拉事件開始。委內瑞拉事件的本質是什麼呢？你可以這麼想，你家樓下呢有個超市啊，超市裡邊囤了全世界最多的大米，但是老闆呢是個敗家子啊，把倉庫鑰匙給整丟了。20年來大米全在那兒發霉啊，一天就摳出那麼點來。而現在呢，突然有個新的老闆，也就是我們的川普，拿着這個撬棍。說這個超市我接管了啊，我們這個馬上重新開業。這個呢就是委內瑞拉石油事件的本質啊。讓我給你列舉幾個讓人頭皮發麻的數字啊：303億桶石油儲備，按現價估值17.3萬億美元，比這個蘋果、微軟、谷歌3家市值加起來還要多呢。但當前的產量呢，不到全球的1%。這就像你家有一個金礦，但是你在用指甲在挖呢。那為什麼市場會條件反射呢？這裡要講一個概念，叫預期驅動定價機制。石油呢，不像買菜，它的價格不是說看看今天賣了多少，而是看3個月後、6個月後市場預期會有多少桶。這就是為什麼2020年油價跌到負數啊，不是因為全世界突然不開車了，而是因為市場預期未來供應會爆炸。那2009年呢，油價跌了77%，但是需求呢只降了10%到12%啊，又是預期在作怪。那現在委內瑞拉這個沉睡的巨人被喚醒了，市場第一個反應是什麼呢？供應即將爆炸，那油價呢要跌，相關公司的股價會劇烈的波動。但是這裡有一個99%的散戶都看不懂的陷阱，油價真的會崩盤嗎？那答案當然是否定的。讓我用一個你在餐廳點菜的邏輯來解釋這個價格底線。假設你家開了一個牛排館，一塊牛排的成本在35到41美元啊，就對應我們現在這個美國現有油井的一個成本。如果你要開一個分店，採購設備得花62到63美元，那個也就是我們的新油井的成本啊。而你的大股東沙特要求每塊牛排必須賣到77美元才能分紅。那現在問題來了，你會把這個牛排降價到20美元嗎？對吧？你會把它降到20美元去賣嗎？當然不會，因為你會虧到褲子都沒了。那石油公司也是一樣，油價跌破45到50美元，美國頁岩油企業就得關門，那石油輸出國組織也活不下去。所以這是一個有地板的遊戲。還有一個終極的信號是，黃金除以原油的一個比率已經突破了30倍，意思是買1盎司黃金可以換30桶油。那歷史這個數據告訴我們，每次這個比率超過30，接下來油價都會有一波反彈啊。這個從歷史上看，準確率是100%的。那技術面上在密謀什麼呢？市場情緒的溫度計，標普500的詭異沉默。那過去3個月，標普500指數的收盤區間窄到只有1%，這就像你家的溫度計，3個月顯示26.5度，一絲波動都沒有啊，這根本就不正常。歷史告訴我們，這種死水局面，94%的概率在1個月內會上漲，100%的概率會在2個月內上漲。而2026年首個交易日，標普跳空超過0.3%，這意味着接下來一周上漲的概率高達80%。那關鍵的技術位雙頂阻力691.65美元，那過去就是在這個12月26日的時候一個高點啊，這是個天花板。核心支撐呢是680美元，那這是地板，跌破呢就要轉空。中間戰場呢就是686到687美元，聖誕反彈的關鍵位突破就看多。好了，我們講點實在的啊，具體應該怎麼去賺錢。我把這個標的按照風險收益重新排序，從保守到激進，給你一個清單。第一個就是防守型，適合不想虧錢的老實人 ，OIH ETF， 石油服務 ETF， 那最省心的懶人包。為什麼推薦呢？因為它不直接跟蹤油價，所以不會短期波動就把人嚇死了。它跟蹤的是鑽探設備和油服公司。委內瑞拉要重新建設基礎設施，這些公司就是賣鏟子的。你記住啊，淘金熱的規律啊，淘金的人不一定是賺錢的，但賣鏟子的一定賺錢。適合的人群就是那些不想盯盤，希望分散風險，計劃持有1到3年的朋友。第二個標的，西方石油，股票代碼 OXY， 巴菲特的長期情人。它的核心邏輯是，剛剛賣掉的化學業務套現了97億美元，準備去槓桿，目標呢是負債降到143億美元以下。去槓桿完成後會啟動大規模的回購，這意味着股價有支撐。再一個就是有巴菲特的持倉背書啊，老爺子一般不會投這個垃圾股。油價的敏感度極高。油價每漲1美元，自由現金流就增加2.65億美元。買入的最佳時期，短期呢，我建議大家還是不要去追啊，等油價跌到了40到45美元的時候再去出手。
最佳的窗口是2027年后这个中期选舉結束，政治壓力減輕啊，去槓桿完成。這個風險呢，當然也存在啊，就像坐這個過山車，油價波動呢，會讓你這個心臟確實是受不了啊。接下來講這個平衡型的啊，就是適合能接受一定的波動啊，追求超額收益的這些朋友。煉油三巨頭被嚴重低估的管道工，第一個就是雪佛龍，股票代碼呢是 CVX， 唯一擁有委內瑞拉運營許可的美國大型石油公司啊，它是一個獨家優勢。之前是已經漲了2.29%了啊，它的技術位是突破156美元啊，看多。除此之外啊，還有幾個標的也可以重點關注一下。馬拉松石油，股票代碼呢 MPC， 瓦萊羅能源股票代碼 VLO， 菲利普斯66股票代碼 PSX。接下來講的一類是什麼呢？是煉油股。那為什麼煉油股是核心呢？有一個關鍵詞叫裂解價差。聽起來很專業啊，其實就是原油進去，汽油出來，中間那個利潤差。委內瑞拉產的是重質原油，而美國煉油廠這些年專門配置了煉化重質油的設備。那現在委內瑞拉供應預期增加，那這些煉油廠呢，就像你開了家餃子店，專門包三鮮餡的，突然市場上三鮮餡原料暴增了，而你是唯一一個會包三鮮餡餃子的，那你的利潤呢就會爆炸。而且美國煉油產能持續關停啊，產能緊張，供需錯配會讓裂解價差暴增。再一個呢，就是郵輪公司啊，被遺忘的黃金航線，像這個天蠍郵輪股票代碼 STNJ， 還有前線航運北歐美國郵輪，它的邏輯是什麼呢？就是全球郵輪運力持續減少啊，因為老船在退役，新船呢造得又慢。委內瑞拉石油要運到美國需要什麼呀？需要郵輪。這些公司簽的都是長期合同，收入可見度高，對吧？估值又極低，因為市場還沒反應過來嘛。對吧？這就像疫情期間的口罩廠，對吧？需求量暴增，產能不足啊，躺着賺錢。最後這個激進型啊，高風險高收益，心臟不好的啊，對這個風險把控能力不強的朋友就別玩了。特斯拉連續跌了7天的技術反彈啊，數據是已經跌了7天了，歷史上從未連續跌過8天。這樣的歷史樣本顯示啊，跌7天後次日100%上漲，但是樣本容量很少啊，我們要慎重。價格呢，從500跌到了440美元的支撐位，等待440美元反彈，短線操作，嚴格止損。風險呢就是這個樣本不足啊，可能持續跌至420美金，這個誰也說不準。再一個就是 NVDL 英偉達半導體槓桿 ETF，AI 板塊的火箭燃料，周五呢暴漲了17%，從10美元高點回調後反彈，日線圖呢剛好觸及趨勢線支撐，突破8.5美元看多 ，AI 板塊呢輪動受益。再一個標的呢，就是領先汽車配件公司，股票代碼呢是 AAP， 100萬美金的超跌賭局，股價呢從70跌到了36附近啊，接近那個缺口填補點了，就是在這個35.6到35美元啊。我們主要是去阻擊它的超跌反彈，1到2月份呢有一個時間窗口，如果它跌到29到30美元啊，可能就會承受更大的一個回撤。好，接下來我們講講什麼時候應該去出手啊？這裡有一個時間線啊，這一周有一些關鍵性的數據。周一的時候會有一個美國 ISM 製造業 PMI， 它反映的是經濟景氣度。周三的時候有個美國 ISM 服務業 PMI， 就是就業市場啊是怎麼樣的。周五的時候開盤前呢還有一個非農就業數據，決定了全周方向。那個周五的非農為什麼重要呢？因為這個數據決定了美聯儲是否會繼續降息啊。就業數據持續走弱，經濟放緩，股市呢有可能就會跳水。短期來看，1到6個月啊，油價預期會下行，等待買入窗口期。委內瑞拉消息發酵啊，市場預期供應增加，油價呢會有壓力。中期選舉前，政府會壓低油價，控制通脹啊，政治因素壓制。技術底呢就是跌至40到45美元，這就是買入這個 OXY 的這個黃金窗口期。我們長期來看的話，到這個2027年後啊，油價總體是看漲的。西方石油爆發窗口啊，一個是這個中期選舉結束，政治壓力會減輕。委內瑞拉供應預期已經充分消化了，對吧？基礎設施建設比較緩慢，因為它需要很多年。煉油油輪產能持續的緊張。IEA 預測呢，需求峰值會推至這個2050年。西方石油最佳的這個窗口啊，是在2027年左右，去槓桿完成加上油價上行。不得不提示風險啊，朋友們不要讓這個貪婪蒙蔽了雙眼。宏觀的風險，特朗普政策不確定，對吧？委內瑞拉接管可能會泡湯，石油輸出國組織加上應對性減產打亂供應預期，全球經濟衰退壓制需求，對吧？
中期選舉政治壓力持續壓制油價。那当然個股上也會有風險，那個西方石油油價高度敏感，那波動呢會讓你真的懷疑人生。那特斯拉呢可能會繼續跌，領先汽車配件公司呢如果跌到29到30美元呢，可能會承受更大的一個回撤。再一個就是技術風險 ，SPY 跌破680美元的一個支撐趨勢呢會轉空，果斷呢應該離場。SPY 跌至680美元的支撐趨勢呢可能會轉空，油價跌破45美元，突破理論底線，煉油裂解價差呢可能會不及預期。各位朋友，我想說的是，投資的本質不是預測未來，而是在概率有利的時候下注。委內瑞拉石油給了我們一個難得的信息差窗口，短期內呢可能會恐慌，油價下跌，這是一個買入的機會；長期供應增加，這是預期，但實際落地呢可能會需要數年。煉油、油輪、油服公司會在這個過程中悶聲發大財。那我们應該記住3個原則，第一個呢就是不要追高，等待技術突破或者是回調的時候再買入。第二個呢就是分散風險，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。第三個是要設置好止損，市場呢不會按你的這個劇本去演。最後送你一句話，就是市場會獎勵有耐心的人，但是也會懲罰盲目貪婪的人。那周五呢非農數據出來以後，咱們再看看市場會怎麼走。記得關注、點讚、轉發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